门！鼓大，鼓大！鼓什么鼓？你这是加蛋呢？你把气喘匀了啊，慢慢说啊。谁呀？把你吓得脸都歪了。侯二爷来了。谁？侯二爷。哦，知道了。那天王老子呀，用得着吓成这样吗？嗯，他可是咱们徽州最大的茶商，那往年都是他收咱们村的茶叶，今年听说你收走了，有点不高兴。哎，这不在祠堂歇脚呢，让我过来喊你。他来喊我，你跟他说我没空啊，我还没睡醒呢。哎！我爸，你别这样，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那说出来得吓死你。那你说吓吓我。他可是茶商会的人。什么是茶商会啊？安徽合省有个茶商会，那都是几百年的大茶帮啊，南来北往的茶叶管漕运的都是他们。这事儿啊，也是咱们村里边人想占你便宜，看你出的价钱高，便卖给了。但是你知道，这是要惹祸的。惹祸？我惹的祸还不够多吗？你去告诉那什么侯二是吧？哎，侯二爷啊！你告诉侯二爷，说什么时候等古大爷吃完了早饭，喝完了茶，才能见他。他要是不服气的话，从哪儿来滚哪儿去。你不能这样，你太年轻了，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啊！我听说过他，不就每次来了以后像皇帝一样打鸡骂狗、挑三拣四的，欠着茶农钱半年不还的，不就是他吗？你告诉他啊，这批茶叶我收定了，我就不惯着他这个臭毛病，让他不服气啊，自己来找我。侯二爷，您猜怎么着？古大他还没醒呢，您来早了。要不我给您先弄点吃的。哎呀，我这一天跑多少个村子，你知道吗？你让我在你这儿等他醒，去，把他砸醒了。别的，侯二爷，这些采茶的一天不吃不喝，走路都打晃。您让我砸门，人家不得揍我？哎！我有话说。你要疯啊！他憋死我了！哎呦，不好意思，各位，这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外姓族弟，叫侯二，平常帮我管收茶的事儿。哎，抱歉了啊，冒犯了。哎，说什么问题啊？快说！如果要是有不听话的，那不买我们茶商会账的人怎么办？什么叫不买账啊？哎呀，囤积居奇，就是不卖给我们。这茶商会又不是衙门，那人家不卖，那自然有人会去买。哎，你是不是言语骄狂，得罪人了呀？嗯，绝对不可能啊！那您尝尝我们的茶叶。嗯，哎呀，真好。那小子就是一个流放犯，他们鼓动村里的人不把茶卖给咱们茶商会。不是他要是不卖也就算了，那他说那些难听的话，在那侮辱您，那我真是听不下去。他怎么会晓得我？你别胡说，没胡说你。哎，诸位都在啊，这件事儿啊，胡老太爷能忍，侯二爷我忍不了啊。从今儿起，如果谁要是收那个村子里一片茶，那就是对胡老太爷、对我侯二爷不敬，啊！哎，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他叫古平原，古平原，古平原。古爷是吧？你是二爷，侯二爷早就每家店都说过了，这三界村的茶，要是进了1两，这店就干不下去了。徽州这一块，你是指望不上了。茶商工会，好大的势力！唉，可不是嘛，几百年了，南来北往漕运只剩他们，全国的商会互
互通生机，在这行人家就是老大，咱有什么怨气？说不出啊。怎么样，都听到了吧？那我听到管什么用啊？是你得罪的他，又不是我。哥，你想什么呢？想查呢。想查你拿个主意啊！你有主意吗？你要我说呀，低个头认个错就完了，你非拉这个硬干什么呀？你也觉得我赢不了？你拿什么赢啊？哦，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店了，谁敢收我们的茶呀？我想这天底下，总有收礼的地儿。这样，回去以后咱们把蓝雪茶拣些好的出来，我要上京城，和他们拼一拼。你还要去参加万茶大会，你还要把皇帝老儿的金字招牌给背回来，刀架脖子上都耽误不了你吹牛。胡老太爷，有苦拜访。晚生古平原，拜见胡老太爷。古先生，坐下叙话。啊，你就是那个带头不肯卖茶叶给茶商工会的人呐？带头谈不上，豪二爷杀价杀得太狠了，我当时心里不忿，言语间多有冲撞。知道胡老太爷是安徽茶商会的首领，今日特地过来请罪的。这个侯二，的确是我一个外姓的族弟。不过，大家伙儿让我干这个茶商工会的会首，人家还都说我一句公道。如果说侯二在言语上有什么怠慢的地方，还请古先生多多包涵。劳烦你回去跟村里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直接把茶叶送到茶商工会便是了。胡老太爷，这是我家新种出来的茶，特地带过来，请您品鉴。这不是银毫吗？这上面的“蓝雪”二字是何意啊？此茶得天地厚爱，种出来以后有一股特殊的香气，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又有如雪后的青松，凛冽高洁，因此重新取名叫它蓝雪。这茶叶的名字是老祖宗定的，你这么胡乱的起名儿，岂不是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吗？难怪豪儿不收。你把它改成银毫，再拿来给我喝。胡老太爷，此茶的香气确实与普通银毫不同，是一种新的味道。要不您尝尝？哎，什么新的旧的？我做了一辈子茶行的营生，哪能这么没规矩啊？我今天要是放纵了你，以后大家伙儿要都胡乱的起名，我管还是不管呢？改回来吧。恕难聪明。赶明儿你们兄弟俩背上金条，跟我去茶商会走一趟，兴许侯二爷也就把气儿消了，行不行？不行，凭什么呀？我不去。你不去谁去啊？哎，吴家，你们这两个可不能忽悠人啊！哎，你上次挨揍还没够是吧？你瞧瞧他，负荆请罪。行啊，这金条我也背得，错我也认得。只要为了咱们村子好，就算让那个侯二扇我几巴掌，
也值啊。但我想问一下诸位，然后呢？我又没有抱着侯二的孩子跳井，他何至于这么恨我？无非是想压我家茶叶的价格。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去负荆请罪，他要借着势把全村茶叶的价格再往下压，那你们现在手上的茶叶是卖是不卖啊？哎，卖是不卖？对，压价。卖是不卖？今日我和我弟把城里的茶叶店都跑了个遍。现在市面上1等的银毫卖1斤3吊3，这么高，这不高。 2等的卖2吊，就算是3等的茶，也可以卖到1吊7。1吊7。但那侯二，他一张嘴就要用1吊3的价格来收我家最好的茶叶，这中间的差价全部进入到他的荷包里去了。 哦，咱们每天在这里辛辛苦苦的种茶，累死累活不眠不休，就是给他姓侯的发财吗？侯二也太不知懂事了！回头再来抢练，一顿棍棒弄死他！行，顾大，你也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天下的茶商又不是都死绝了。 区一个茶商会，他是朝廷啊，他是官府吗？他能一手遮天吗？我们徽茶的大客商，有京城的，有内蒙，有西北的，这些销路我全可以包办。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信任我，咱们可以做到共同进退。这和信不信没有关系，那得真金白银，那得拿出来。对，没错，是啊，对。那这样，我按照山下茶商会的价格，再多加1成，把大家手中的茶叶全部收到我这儿来，你们觉得如何？好，行。顾大，咱这就别赌气了吧。 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啊，那你就别管了。那诸位，咱们说定了，诸位再等我几日，咱们现银交易。好。哎，顾大，你疯了！你看，顾大疯了，彻底疯了。哥，我说你怎么又发疯了？你刚才那话你不能那么讲。那我应该怎么讲？ 我想了一路，我有办法。你问我，你说什么办法？你要我说啊，你逃了吧。这金条我们不背，他自然有别人去背。你听着，明天早起跑一趟山西，带2个伙计，帮我送一封信，找靳大奶奶，跟她说，问她借点银子。你拉饥荒啊？那借人家多少合适啊？5、6万两。 你别折腾我，明天这金条啊，我背。哎，哥，八英老爷在吗？ 毕八英，这位先生客气了，有什么见教？知道八英老爷一直在徽州和草原两地做茶叶生意，我就是本地茶商，带了一些我家的样茶过来，希望您看看。山不转水转呐，啊！不怕告诉你，古大，这间客栈里住的所有茶商都是你侯二爷我的兄弟。我现在送你一句话：2山叠一块。 你给我出去，还敢跟茶商会作对？哼！老太爷，谁呀？外面来了一个年轻的茶商，送了拜帖，说想见见茶商会的人。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了，
明明是银毫，叫什么蓝雪啊？红豆。别，这蓝雪茶这名字挺好听的。来，我瞅一眼，看看这是谁。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东西这？哼！你的就叫。我们老太爷说了，他没工夫见你，正陪客人谈事儿呢。来，原帖奉还，请回。哪里来的客人？顾兄，李清兄，我就猜到了，想必就是你。行，别在这说，先走。你怎么刚到安徽来就得罪了那姓胡的家伙呀？那老东西是个死脑筋，他眼睛里能夹你。你听我的。找个时间，我想办法帮你俩说和。你这次是随你爹一起来的吧？在山西的时候，我把他得罪得死死的，指望着他来帮我，算了吧。也是。那这样，我还认识一些当地的茶商朋友，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了。总之不能让你亏了吧？有你这句话，我已经明珠肺腑了。哎呀，这是我家这蓝雪茶呀，那可是千古的美女。要是只混迹在庸脂祖粉里边，我觉得未免太可惜了。来。蓝雪，如何呀？天姿国色，果然是知己啊，肯说真话。可那有什么用啊？北京的茶商都听我爹的话，你又把安徽的茶商会给得罪。这么好的茶真是可惜，或者卖给那些蒙古人啊！蒙古人已经给我得罪完了。这怎么到哪儿都得弄得鸡飞狗跳的呀？你以为我想啊？我现在就是个茶农，我一家老小等着卖茶叶吃饭呢。那些收茶的吸血鬼把价格压那么低，那我怎么办？任由他们欺负？我看你是没路走了。我也想明白了。可能我这辈子就是没路走的命吧，我早就习惯了。你说你家主持的那个万茶大会，我这蓝雪茶能不能多亏？能啊，蓝雪夺魁，你这夺个状元，画马游街，高官得坐。哎呀，我看你这美梦做的是真好。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湖里去？就知道讽刺我。哎呀，不过说起来。你要真的想进我们家那万茶大会，我可以想法子把你送进去。不过再往后的，我就帮不了你了。反正我没路走，我也不怕，就指着你了。爹，这是哪儿来的？爹，这就是那个蓝雪茶。你倒是好心啊，帮他说好话。这怕是比1等的银毫还要好呢。我觉得这里头有商机。嗯。我觉得呀，那姓胡的老头他也太霸道了。这么好的茶，
就因为不合他的心意，说不要就不要了。要我说呀，咱们要是每年能把这蓝雪茶都放在咱们自个儿的茶行里，那岂不是？你最近很上心家里的生意，这很好。这么好的茶，如果我们专营专卖，也是件好事。可是它是古平原的茶，那就另作他讲了。为什么呀？我问你，如果我们拿了他的蓝雪茶，他会怎么样？我谅那姓胡的也不敢跟您闹翻呀，咱拿就拿了，他敢得罪李家吗？你说的也对，但是他会心生怨恨啊，因为折了他的面子。假如我们的敌手这时候跟他勾搭，那立刻就反了，我们多年经营的关系那就没了。再说他这个茶，一年有多少产量？我们几百家店铺啊，难道就靠它来维持度日吗？假设这些都不存在，我这么做，岂不是鼓励了像古平原这种哗众取宠的年轻人的气焰？有朝一日，他会不会跟我们平分利润，或者是干脆自己拿走卖，不跟我们合作了？这就像是项羽见到了秦始皇一样，想取而代之啊，很有这种可能。野心这个东西啊，它就像是心里的一团火，着起来容易，扑灭就难。人世间啊，规矩是第一位的。什么叫规矩？我是爹，你是儿子，我见客人坐着，你就得站着。如果连这个都没了，还做什么生意？送你7个字：芝兰当道也要出。我已经告诉京师所有的商人，不许买古平原的茶，你也不要搞小动作，让我知道了。不会饶你。你怎么这么快？以后能不能交代我点人能干的活儿？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我是没本事给你干，我连1分钱我都没要着。屋里烧着热水呢，你喝这些生水也不怕拉肚子？拉肚子拉死了我清静。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手心向上管他要钱，那不得把咱逼死呀？娘腿脚也不好，还得跟着咱俩逃命，真可怜。哎，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我连你说的那个靳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我把那字条递进去，人家说靳大奶奶去外地看什么封号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好家伙，人等得起，那茶也等不起呀！再说了，你那2个指头宽的字条，你管人要5、6万两银子，凭什么呀？你能不能学聪明点？不是，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哎，我也不说你了，反正我皮糙肉厚的，我命贱。明天我背着金条去。你喝点热水，洗洗脚再睡。我以后再听你的，我就是头驴。哎，放里边吧。好的。好的。放这里吧。慢点。哎，朱老三，就你最鸡贼啊，别缺斤少两。不会不会。来。发财我来帮你。谢阿姨。你们家有没有烧茶？你去吧，家里去把茶叶放这儿。来，你哥呢？哎，哟，
老嫂子，吃着呢，要不要一块来吃啊？这饭我就不吃了，这茶叶卖出去，我这心啊就放下一半了，比吃啥都强，对吧？对。那个，我山下还有个表弟，那还有一些好茶。哎，你把我们兄弟俩当大头了是吧？你表弟的茶，你老舅的茶呢？啊，我老舅茶你们也要？要你全家的茶。孩子，你怎么说话呢？收，把话放出去。除了咱们村的茶叶，其他村的我也要。但是有一点，我只收1等的茶，2、3等的就算了，所有收茶的价格还是多加1成。就这2日，我让老二把钱给你送过去，你也好心里踏实。真的？嗯。那我可就这么讲了。嗯。谢了，谢老嫂子。哟，谢二爷，谢二爷。告辞。哎娘，咱家有只鸡，咱杀了炖了吧？养得好好的，你不是要留着下蛋吗？下蛋，咱连个蛋都吃不着了。您没听说吗？咱补过了，我哥带着咱娘俩作死呢。你们兄弟俩在说什么？您没看见，前2天啊，我哥的脑袋被驴给踢了，他把全村的茶都给买了，全在外边铺着呢。您是没看见，还吃得下饭呢。你不可以这么说你哥，没规矩。老大，你干什么？你不是听他说了吗？我就是收了点茶叶，我在城里给老二开了个茶店，那怎么也得有东西卖吧？行，你别笑嘻嘻的。你是里百万啊，站着房，躺着地，金山银山数不过来，你拿什么给人家呀？上次那金条哥你给我背上吧，我爬着我进城，死半道上你可别管我，死了清净。古先生在吗？我要茶了。靳大奶奶，你怎么来了？哎，靳大奶奶，您就是靳大奶奶。二兄弟吧？那日不巧，我去了大同分号，说是二兄弟来过，饭没捞着吃，茶也没捞着喝的，我这不落忍劲儿的，赶紧来赔个不是，对不住了。哎呦，不敢。靳奶奶，里边请。哎，娘啊，娘，这是我山西的朋友。给老太太请安，祝老太太身体安健。快起来，快起来，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老太太，我扶您进屋说话去。哎，我们当家的还得老几问问你好呢，带来礼物啊，我也都捎来了，赶紧过来。是，大奶奶。哎哥，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你不信啊？把箱子打开自己瞧。大奶奶，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古兄弟，在外面那点野性子，回到家都收起来了，看你还真是新鲜。你好歹也是我们的会手啊！哎呀，那都是假的。这孩子又做什么会手啊？又回老太太话，古兄弟啊，是我们山西票号商会的首领，山西3000家票号，只要古兄弟的一张字条，自当人人遵命。话说我来晚了1日，应该向会手赔罪。哎呀，不用这些礼节。娘啊，大奶奶她开我玩笑呢。我有些话想跟大奶奶单独说。客人远道来，你们要好生招待啊！乡下人礼数不周，请大奶奶别见怪。老太太这话我可受不起，您老先坐着啊。大奶奶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也讲了，以后就没有会手这一说了，您就别开我玩笑了。古兄弟也能住在这里泰然处之，真正是大英雄啊！那些得罪你的人啊，全是瞎子。哎，我现在就是一个茶农，谁都可以得罪我。倒是大奶奶您，千金之躯跑这么远的路，我心中实在是惭愧啊。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以我们的交情，古兄弟啊，这千里万里的都得朝发夕至啊。当家的身子弱，不方便出门，
我若不亲自跑一趟，那是断不能放心的。怕你用的不方便，全部换成了京城4大行的银票，1万2一张，一共20张，现银兑付，不知道够不够使？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呀。用不了就存着呀。我当家的说了，难得古兄弟能开口，我们可是太高兴了。小小一个安徽的茶商会都敢挡古兄弟的道，真是让他吃了猪油蒙了心了。只要你一句话，咱们把安徽所有的茶叶都买下来又如何？反正李大哥是做茶叶的，路子有的是。我现在就是一个种茶的，跟村里的人赌口气，我也不想弄得地动山摇的。不管怎样，在这里谢过金大奶奶了。行，听你吩咐。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告辞了。这商场如战场，一刻都耽误不得。这么快啊？不留下吃口饭吗？你以为我来安徽只有一件事儿啊？听说合肥就要克复了，我这一路过来就是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银号开过来。古兄弟，你有你的生意经，我也有我的生意经。古兄弟，少送。不让须眉，自当如此。来，哥，你这北京朋友还不少啊。上一次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是披枷带锁被人押着走的。要不是万不得已，这辈子都不想来。哎，古老爷请，哎，就这么子个。参加万茶大会的客商，凭着户部发下的令牌，验明正身在即。万闯者，重刑。完了，你这朋友把咱坑惨了。他不来，咱们怎么进去啊？糟了，这回。谁关门啊？谁关门？哎，谁呀？放我出去！谁给我来的？啊！少爷，就今儿一天，老爷下死命令，说您出去走半步路，那就是断头路。您哪儿断什么头路？你敢！人都认好了，开门！你别愣着，你想想办法呀。这么大的王府，不可能只有一个门，咱们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进的。往那边走。哎，有个门，快！猴崽子，抢什么抢？赶着投胎呀！干什么你？这摔了你可赔不起！去，好大的口气！放着骆驼不吹牛，你信不信我揍你？哎，你摔着了吗你？让人家先走。你们先。你怀里边抱的什么呀？那么金贵？说出来怕吓着你。那你吓我一下，我可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我们家种的蓝雪茶，这等闲之辈可喝不起。万茶大会的魁首。行，胡吹大气！这万茶大会刚开，您这魁首怎么还没进门啊？没摇牌。这浑人倒也有趣，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我倒想尝尝这茶，蓝雪茶。这名儿倒不错。跟我吵架这是男的女的？他们京城人说话怎么不男不女的？不男不女，我看到像个公公。啊？进去以后给我少说话。走。饶饶。兵爷，我们是参加万茶大会的，你拦着我们，那真耽误了事，你担待不起。你们进得了大门，知道怎么进二门吗？兵爷，我们是乡下人，刚才进大门也是同乡帮着办的，如何进这二门，还请点拨一二。进二门的门包，5000两。5000两。你们两个1万两，还得说清楚你们是哪家茶商会的。
少不得我派人跑一趟，让你们茶商会的会首出来领，我才能放行。明白。怎么办啊，哥？这1万两银子我倒是可以拿出来，但是你指望那个胡老太爷领我们进去，那是绝无可能的。我就说不该得罪他们嘛。千里迢迢的来，连个万茶大会的毛都没看见。这但凡能进去凑个热闹，我回去也有的吹啊。嘿，怎么不进去啊？不是要拿魁首吗？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我们进去一看，里边的人都不识货，不知道，我们就出来了。吹吧你就，让人轰出来了吧？小安子，过来过来，我们家主子想尝尝你们家蓝雪茶，成不成啊？来了。哥，那个人说这是他们，别说了，少废话。在下徽州茶商古平原，不知道大奶奶怎么称呼啊？你这人忒也无礼，哪个是你奶奶？您落落大方，一身贵气，旁边还跟着公公，不是福晋那就是格格，怎么样也是一个在旗的大奶奶。不知我这么说错了没有？聪明，那就请吧。哎，咱们的家伙事儿拿出来。我说二位，带这么多，工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是这里没有水和烧水的炭。不知这位公公在王府里可有相熟的人，帮我们借一些来可好啊？哎，别动！小子，干什么？想干嘛？先跟大奶奶告罪了。想必大奶奶的手上和袖口上一定沾有一些胭脂水粉，就怕这些花香如果散在茶叶里，会影响了这茶叶的口感。你这人讲究倒多。好，我不动。等大奶奶真正品尝了我家的蓝雪茶，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对的了。这可都是好东西啊！咱们可远不如里面的六爷，他是万茶大会，咱们只喝一种。您喝的是魁首，六爷哪能跟您比呀？真是奇了。大奶奶，怎么样？每年安徽都有贡茶，怎么没有这等好茶？问一问，这样的好茶都给谁了？您问别人都没用，只有我家的茶园种出来的茶才有这般味道。为何呀？这些年两军交战，把我家的茶园一把火都给烧了。茶园里之前种的，那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是我们的命根子。可反而就是这样一把火，它改了地脉，变了土质，之后种出来的新茶便有这股淡淡的兰花香味。再加上我家请的炒茶的老师傅，他用的是一口上百年的大铁锅。这老师傅平日里舍不得用真茶叶来练手，用的都是松针。那久而久之，这松针的香味沁到了这口老铁锅里，便形成了如今蓝雪茶这股独特的味道。只是，可惜了。可惜什么？可惜，
这万茶大会就是为了敛财。进个大门就需要3000两的门包，二门需要5000两，8000两银子才够进一次门。那想要夺得魁首，得花多少银子？这银子从哪里出呢？这些年一直打仗，茶农本就奄奄一息了，难道还要再将他们扒皮食肉吗？朝廷若真是有良心的话，应该借着这次万茶大会，给天下所有种茶的老百姓一条出路，也算是给江南万民一个善政。所以，我才说我可惜了。这话你可记下了，回去替我写出来，好让六爷知道。这……啊，大奶奶，刚才小人说的那都是发牢骚的话，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话，当不得真的。你看起来倒像个读书人，怎么不读书了？实不相瞒，你们是哪儿的？之前读过。福晋安排我们来侍奉茶水。惹了什么祸？宣华科场犯了朝廷忌讳。福晋差人过来送茶。老六媳妇儿送来的，莫不是老六知道我来了？那不能，咱们没跟六爷说，他上哪儿知道去？估计是福晋听说王爷有女客，派人过来伺候便是。你放心，给咱们开门送咱们进来的，都是我几个相熟的侍卫弟兄。六爷这么威风，咱们可不能扰了人家的兴。不过他的茶一口不喝，不是做客的规矩。不能喝。这茶怎的？忒也无礼，莫不是只能喝你家的茶？不是，这茶的香气和我家的有冲。我们回去吧。这桶茶送我了。哦，正是如此。怎么了，哥？不是，我只是觉得刚才送茶来的那个女人，好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谁啊？哎呀，我也不确定。总之就是她一靠近我吧，我心里就发慌。她是那种走到哪都要害人的人。所以我刚才拦着呢，没让人喝。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咱回家。哎，收。公公，公公，公公，什么事啊？刚刚在花园看到。什么？你看真的吗？真的千真万确。啊，你看这茶汤，嘿，哎呦，王爷，王爷，上皇太后来了。真的，小四说看得真真的，就是西边那位。哎呦，来人呐！王爷，奴才来了。
人呢？王爷，奴才刚问过了，说人已经走了。他在这干嘛了？有人说看他见了2个年轻人，煮了一锅茶，喝完便走了。年轻人啊？不是，您别看我，这是您宅子。查查是谁？这，赶紧把衣服给我备了，我要进宫面上。王爷，那万茶大会，等会儿留给我跟你一块儿去，我跟你一块儿去。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院门就杀，等我也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院门就杀，等我也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等我也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等我也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院门就杀，等我也回来。公公留步。你告诉这些茶商，让他们把带来的样茶都留下，住在京里，不要走动。待我问过圣母皇太后，自然会颁发天下第一茶的结果。其余的，让他们别再啰嗦。这，奴才听说太后刚刚去了奴才府上，奴才竟然没有接驾，死罪。我呀是好热闹，想远远的去瞧瞧。这茶也喝过了，热闹也瞧了。我是特意不让人告诉你，怕扰了你的正事儿，何罪之有？总之是奴才侍奉太后不够用心。这个万茶大会是奴才和京师的大商人李万堂商议的，因为这些年江南之乱，南北隔绝，京城的茶贵如黄金，好不容易军事上有点起色，又修缮了运河，奴才就想着把南方的茶商都联络起来，到京城热闹一下。买卖能正常的做，好歹让商人们恢复点活力，朝廷的税务也有进项，这茶农的日子也好过一些。六爷可真是老成谋国呀！这万茶大会热闹也热闹了，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六爷真是贤王啊！不敢，不敢。可惜呀，你们家这门包太贵，大门要3000两，二门要5000两。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银票就回来了，不知道这天下第一茶给了谁？太后恕罪，这些事情奴才一概不知。回去，奴才就把这些门的门房给打杀了。我这屋里供着菩萨呢，什么杀呀砍呢？可不要说出口。把咱们在六爷府上喝到的好茶，给他们兄弟俩都泡上一杯。这茶我喝着倒也不错，可惜人家和我一样，掏不起这门包钱，白白的错过喽。这。谢太后赏。哎呦，不是，我就纳了闷儿，我说你说这茶叶它从哪儿弄来的啊？你看。你还没明白吗？啊！天下第一这4个字，就已经把人得罪死了。哎呦！我问你啊，这天下是谁的天下？反正不是你的，不是，也不是我的。哎，哎呦！怎么了？您还问我怎么了？您为什么要把我像狗一样锁屋里啊？
还拿木条把窗户都封上了。你真想知道？想知道。行，我说实话，你也说实话，谁也不许骗对方。一句假话都不说。好，我先问你，你今天早上出去干什么？你要想听真话，你也必须得真话回答。古平原来了，带了他的茶叶，想参加万茶大会。我答应帮他，用我的腰牌把他送进去，但这已经失约了。你帮他？好，你问吧。您为什么不让我出去？苏小姐，那听说西边那个太后今天要到王府去参加万茶大会。明天我夹在你的商会里混进去，后面的事情不用你管，我保证不连累你就是。您保证什么？这可是诛灭九族的事情，您得跟我透个底。现在这位皇太后，跟王爷的关系如何？自然是视如心腹。嫂子跟小叔子是一家人，不是说君臣共治吗？你还真信啊？哪有君臣共治这回事？这皇太后一进宫就收了王爷最爱的闺女当干女儿带在身边，外人看来风风光光，其实不过就是用于挟制的人质。而且六王爷掌管总理衙门，皇太后不敢动他，倒不是有多看重，而是他挟洋人以自重，皇太后投鼠忌器。我听说明天万茶大会，皇太后心中不满，打算带着贴身太监进王府的后门凑凑热闹。苏小姐，皇太后的行踪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我的消息就是从他贴身太监口中买到的。我的计划是……苏小姐，停！你我不听，我求求你了。好，别说了。他想神不知鬼不觉的用毒药杀死他。他告诉我，今天参加万茶大会的所有人，恐怕都难以活着出来。就这么简单。爹，你疯了！杀太后这种事你都干啊？你知道苏小姐是谁吗？不知道。你也大了，我现在把家里的底告诉你。你听说过宫灯大人吗？知道，军机大臣之首，又是古宫之臣，因罪被皇太后降旨杀了。没错。宫大人是太后的死敌，因此丧命。苏小姐是宫大人的独生女。我们李家能有今天，全仰仗宫大人。这么说吧，我们是账房先生，也是家奴。幸好这场朝堂之争没有波及到我们。你现在明白了吧？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宫灯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这苏小姐还有那么大权势？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宫大人做了一辈子的首席军机大臣，门生故旧遍天下。他只会对南方的战争江南督府，封疆大吏，个个都是他的死党，权势滔天。你以为只有我们一家账房？你以为苏小姐会那么在意我们？她会随时把我们抛给朝廷。
到那时候，反贼余党4个字会瞬间让我们家鸡犬不留。李百万，哼，什么李百万，就是千万万万，在他们眼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过去没跟你讲，是怕你不稳当。现在告诉你，你都记住了吧？我不知什么时候我会因为这件事死去，可能也包括你，或者亡命天涯。所以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像那种拍着胸脯讲义气的错误，万万不能发生。错都没犯出去，门儿都没出。女朋友种的茶叫什么茶？蓝雪茶。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你什么你我他仨的呀？你给我跪下！有旨。皇太后懿旨：徽州茶农古平原所供蓝雪茶，香气正大典雅，其人亦深通文理，颇有可取之处。加叹之余，自贬以包其心。皇太后的匾。思顺茶上辉，民生茶上辉，勤来拜会。哎，福老太爷。那次你是多了亏了，给你恭喜啊！哎呦，不敢不敢。那有什么不敢的？太后老佛爷御笔钦定的，这天底下的茶商有谁不眼红啊？福老太爷，哎，你带我去皇太后手书的御匾前看看，我给磕个头，那样也好有个流吹呀。哎，兄弟，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坐下。兄弟，不瞒你说，这个匾它不在我这儿。福老太爷，我不求别的，你赏我1两蓝雪茶，真的，兄弟，我把这个茶给供上。那个你要是再不答应我们这半辈子的交情可就没得了。兄弟，你放心，这1两茶我一定给你弄到，如何？如此，就多谢了。我们准备好了，顶香跪拜。好说好说，告辞。恕不远送，恕不远送，慢走，送客。花儿，哎，进来。
大哥，我想抽嘴。哎呦，你瞧我这办事儿的。行了。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你是磕头还是抽嘴巴，你呢，把古平原给我请到这儿来，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他磕头赔罪，封他为安徽茶商会的会手。去啊！去啊！哎呦，好。古大爷，我以为是古大爷，你在哪儿呢？古大爷，古大爷，好啊！哎呦，古大爷哟，我的古大爷哟！豪二，你这是干什么呀？松开！不是，古大爷，你听我说呀，之前是我有眼无珠，我胡老太爷都跟我说了，今天就算作践死我自己，也务必把你请到那个安徽会馆去一趟。不是，你听我说，胡老太爷说了，胡老太爷他那边忙，走不开。只要您到了那边，他当你面给你磕头认罪。今天中午，咱们安徽茶商会包了同和居，宴请全国茶商，祝贺安徽茶得了魁首。你说你要是不到场的话，那咱们安徽人的脸面不就全掉地上了吗？这个是，哎呦，我的古大爷，哎呀，我求你去吧，你要不去我得哭死。那你哭一个。古大爷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呐？豪二，好了，听我说。听我说。我们之前只是误会，过往的事情不必再提了。至于胡老太爷那边，我不会让他给我磕头认错，我现在就要去拜会他。老二，把样茶收拾好，带上匾，包辆大车去同和居等我。听说你跟京师李万堂家有故旧之交？哦，谈不上什么故旧之交，我跟他公子李清倒有些相识。李万堂可是江北第一豪富啊，我哪高攀得上？哦，是这样。你这个天下第一茶，可把他惹恼了。他召集了很多的茶商，搞得同仇敌忾。今年1两安徽茶都不许买。李万堂有那么大能耐？李百万他老人家家大业大，我们也不是1天2天的关系了。要不请老爷子出来调解一下？毕竟古平原的事情是他一个人的事。这把我们所有安徽的茶商都算进去，恐怕有点不太合适吧？对呀，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匾可挂在茶商会呢，这话怎么讲？啊，不是那个意思。这圣母皇太后啊，给我们这块匾，它不是我们求来的，这天上掉馅饼砸脑袋，没地方说理去啊！这还恨上我们安徽的茶商了。我们也委屈啊！对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可那些个茶商不干呀，赔了这许多银子，都让你们徽茶争了彩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走到哪儿都得用银子说话。我们家老爷子的面子值不了那么多。我这次来呢，就是打算和大家伙商量一下，啊。今后如果还想和李家合作的话，这次春茶的价格打个折。这李万堂跟洋人有交情，这私底下订立了一个什么攻守同盟。哎，这些洋人今年1两茶都不收，这可就糟糕了。慢着点，老太友，我家虽然是世代种茶，可是卖茶确实没什么经验，您得教我。这往年呢，咱们安徽茶有3个去处，第一呢是全国的茶店，2呢有一部分销往蒙藏、新疆，第3呢就是绝大部分都运往广州，交由13行，
代销给洋人。咱们安徽全省的税银和老百姓的吃喝都在这上面了。这不是打仗了吗？朝廷允许咱们就近运到上海，可是今年上海的合约迟迟未到，这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让李万堂给劫了去了。他拿到了茶叶专营权，洋商不跟我们买卖。大家伙儿想来想去，这没办法，这是让我来跟你谈谈。找我谈有什么用啊？我跟洋人又没打过交道。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好在是个官绅，总能去斡旋一下，帮助咱们安徽茶商这个度过此劫。我做这个安抚使吧，确实要跟那些当官的打交道，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官绅呢。您是知道的，我是宁古塔逃回来的流放犯，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又回到徽州了，能够过几天清闲日子，在家中服侍老娘，心满意足了。至于说到做官，或者像您这样，管着那么多茶商，我是真没这个野心了。承蒙您见谅。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打扰了，告辞。哎，老太爷啊，那李万堂这么欺负我们徽商，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说你这天下第一茶抢了他的风头，你要是不死，他就不安生。啊？他真这么说的？啊！我不死，他不心安呐。好啊，我就让他更不心安。这事儿一碗水端平了，老爷子在外头才好讲话。那您是说几折呢？咱们都说呀，说呀，2折吧。啊，2折！诸位，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说。这天底下可不是只有我家老爷子会卖茶呀，你们做了一辈子茶叶生意，个个都是大行家。按理说，我就是赶着学也不够格，可就一样，李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我一猜就是你。上次你通知玉儿他们过去救我，还没有来得及当面感谢。感谢就不必了。怎么，你下定决心要趟这趟浑水了？诸位，我看在古平原的面子上，原有的折扣加上1成。不过这也就到头了。你好大的口气啊！兄弟，我可不敢苟同。哼，那咱们就走着瞧。我在客栈再住上3天，然后就回京师。我等你们的消息。哎，听我的，来。各位，我请古先生来处理此事，大家伙儿都没意见吧？他要真仗着朝廷的势力，我怕古先生也赢不了啊。赢不了怎么办呢？去死啊！2折，全安徽种茶的人都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
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斗。这2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茶商又恨我们，怎么个斗法呀？对呀。现在不像之前，不是只能通过广州13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我给你带了2罐这么好的茶叶，你却在那里喝酒。茶水这东西越喝越清醒，不如你陪我喝酒。来，尝尝洋人送我的葡萄酒。有这种好东西，尝尝。你如果喜欢呀，我这儿有的是，我派人给你送家去几桶。那你不如再帮我介绍几个洋商。我给你介绍，我爹不得活活把我打死呀？那我不成了吃里扒外？你爹每次对付起我下手都够黑的，怎么说我也是他晚辈。要我说呀，我爹对你可够客气了，一点儿都不黑。那万茶大会，我爹花银子跟泼水似的，好容易搭起个台子，嘿，结果整出戏让你一个人唱。他那不是恨你呀，他是想生吃了你。我看你老兄这回捅了马蜂窝了，那么多的茶商，那么多的银子，全都便宜安徽茶商了。什么天下第一茶，我听都没听说过，你不跟我开玩笑呢？我爹昂首挺胸来了，垂头丧气走了，要让人说上一句哟，李百万原来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那不会了，他不收拾你收拾谁呀？他没法交代。这安徽的茶商会怎么个意思呀？下定决心要跟李家翻脸？你爹也太狠了，2折的价格收人家的春茶，功夫钱都不够。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把话带到了算完。知道为什么让我来吗？3个字儿，找挨骂。这话倒是痛快，可不是吗？我这次来本身是打算找你好好较量一下，可现在这情况也太胜之不武了。下次等我有自己的生意的时候。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生意呢？我爹说了，等南方克复的时候，把家里的盐业生意交给我，掌管南7北6，300多家盐店。其实也不用300多家，一家就行。只要我能自己拿主意，省得一天到晚跟他屁股后头老干这种找挨骂的活。哎，你上哪儿去？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啊？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海关总管赫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理查德你认识吗？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在我们家门口这房梁上吊死。我拿着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慢走不送啊！ So technically, the whole ship was looking at me, and it was so funny. And I was like, what? Why? Oh, look at these guys. Probably Ladies, asking for more money. if you'll excuse us. Ladies. 这位就是理查德先生。This is Mr. Gu, represents the
Anhui tea merchants. He came from his hometown. 理查德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于安徽茶今年选择1两都不收了？有问题吗？我是代表安徽茶商会来的，我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我和金市的李万堂先生签了专属合同，我只从他手里买茶叶，是不是安徽茶和我没关系。你们的诊断也和我没关系，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吧。这安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产茶大省。李万堂他可以选择舍弃，您舍得吗？很大一笔生意。买卖虽好，我也不能得罪我的合作伙伴。大清有18个省，少了一个，无所谓，这是结论。结论。还有。 你不要找其他洋人谈。大清律法禁止中国人私下里和洋人做买卖的。我劝您话不要说得太满，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让我坐船回英国？My God！ 信不信我给您打个赌？我赌你们一定会后悔。哎，哥，你别斗气嘛。哎呀，多的船长问你有何贵感？你问问他，这艘船卖吗？请坐。哎，我来。您尝尝，古大人，这是他们日常喝的，和我们的茶差不多。怎么样？那差不多吗？那差远了。他们英国人都不喝茶的。他们喝，只不过得兑上牛奶。啊，开水。Greetings, sir.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握手就好了。他说很荣幸见到你。 How are you? 你好吗？我好啊。He's great.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ship you saw. 船长说，这艘战舰隶属于大英帝国印度军团，保护印度洋航道安全。I will take it back to India. 船长最近马上要回印度述职，这个船是不卖的。哦，那好啊，我正要打听一下印度的事儿。你也没说过要买船的事儿啊。 See you again, my friend.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买船了？你到底是不是来忙活茶叶的事儿的呀？我现在不就是在办茶叶的事儿吗？哎呦，哥，你务点正业好不好啊？跑来喝了一通黑苦水儿，你觉得不好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好喝，好喝。赶紧回去吧。回去干什么？这事儿没办成啊，哥。那英国人都说了。 朝廷已经把置办茶叶的专营权给了李家，李家要是不要，这今年安徽得上吊跳河多少人啊？怎么就叫办成了？你现在的理路越来越清晰了，不错。哥，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你就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样，你马上租一艘快船，明天天亮之前务必赶回去。不可能，踩着风火轮也不可能嘛。 你刚才没听那个洋人说吗？3天之内要让李百万交货。他现在人不在北京，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胡老太爷他耳根子一软，把茶叶给出了。那到时候在安徽可就没有咱哥俩的立锥之地了。你回去以后就跟胡老太爷说，再给我1天1夜，我一定帮他把这个事儿办成。
1天1夜，就按原话说。那你去哪儿啊？我自然是有我的去处。那些洋人可以算计咱们，咱们一样可以算计他。之前吃亏就是吃亏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太少了。你看着吧，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的是大生意可以做。哎，哥，你就给我透点底行不行？不行，时机未到啊。你放心吧，事成之后你自然就会明白。这个李百万再强，那又怎么样？既然他现在不给我活路走，那就怪不得我了。成了这样，快去请大夫，把大爷叫过来，还有，把李三老爷叫过来，快点儿！古兄弟，哎呀，李兄啊，为喝这杯酒，不用这么拼命吧？我总算是赶上了。你运气好，再隔1天呀，我就要去内蒙，咱兄弟俩险些见不上。靳大爷，靳大奶奶，我就说嘛，有没有觉得我们兄弟的运气现在是越来越好了？那是。啊，入席啊，是知道。文才说入席。这边请，来，古兄弟这边请。哎。李兄，这是做什么呀？我没有做过那么大宗的生意，如今整个安徽茶商的命全系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请李兄一定要帮这个忙。来坐。我呀，还正想问你呢，你那个什么天下第一茶到底怎么回事？哎，我一个做茶叶生意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蓝雪茶，仔细一问，兄弟你的。只要您想要，多少都有。好啊，说定了啊。那咱们说正事儿吧。你刚才说安徽的茶叶怎么了？是这样，李万堂他取得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专营权，他记恨我在万茶大会上搅了他的场子，一心想要打压我们安徽茶叶。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决定要和他斗上一把。京城李百万呢？也没什么了不起。文才的意思是说李百万没什么了不起。那话虽是这么说，可这次他是拿到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贸易专营权，这可就不光是钱说话的事儿了。李兄啊，为了整个安徽茶农，请您一定要成全。好，兄弟，安徽的茶这次我全要。我大不了今年多跑几趟勐江，总能卖得掉，是吧？古兄弟，我还是要说你的，这么点小事儿，找一个人过来说一下就行了，或者是每一个商号都有我们的飞鸽传书，干嘛非得自己跑一次啊？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别弄得跟我们当家的似的，落了一身的病，那就让我们几个人过不去了。是。我知道你们对我是真的好，但我也不能每次一遇到事儿就把包袱都搁在各位的肩头上。
对于这件事情，我倒有些思路，可以跟你们和解和解。哦，虽然我去上海只有1日，但是我认为这茶叶专营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朝廷对于洋人根本没有控制能力的，所以我想着你们能不能支持我，和洋人做上一笔生意？听讲啊，据我打听，英国人开的东印度公司就建在印度，从我们国家16铺码头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再坐海船2天2夜就能到达印度。他们当地的茶叶销量非常好，收茶叶的价格比洋人在我们国家收茶的价格要高出许多。所以我在想啊，与其有一个祥和洋行在中间那么横着，我们莫不如把茶叶直接销往印度。我这不是异想天开啊，我想到了一些门路。你说说看呢？在我说之前，李兄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如今安徽茶叶急如星火，他李万堂真是饿疯了，想一口吞下。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人，把安徽的茶叶全盘接下，然后运往上海？我跟你2人去趟上海，再从上海走一趟印度，如何？李大哥，你合肥的票号是不是还没开张呢？现金银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不如算我一股。算你一股，那不必了。我是在想，必须要找一个有分量的人，接了安徽的茶叶，而且要压得李万堂他说不出什么，只能灰溜溜的回京师。这样我们会手的面子才能漂亮。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说什么面子的事儿啊？不，你稍坐，我安排人飞鸽传书去。哎，五兄弟，我陪你看看花园怎么样？啊，走。他又整他的那个袖子里面捏指头的事儿。哎，买棺材本的时候也算上我一股啊。行。哎，五兄弟，我这湖水是从净水引过来的，有看风水的先生说呀，下面直通龙宫，生意人嘛，喜欢彩头，所以我给这儿起了个名字叫七宝园。山鬼烧丹灶，龙王献宝钞，这是君临天下的气象。古兄你也言不由衷啊！在如此风雅的地方，要是谈生意，确实是有些可惜了。但是如今我们安徽茶商会真的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要是李兄可以出手相助，救人于水火，那这份真情意切，不比眼前美景更胜几分吗？我从不帮人，从来都不。善心是发不得的。便是那要饭的，喊一声大爷大奶奶，得了一碗残羹剩饭，那也是大爷大奶奶那5个字换来的。经商之道，莫不如此。吴兄，我说的，你能明白？明白。天下无白得之物，仰面求人，自然一无所得。对，李百万这次是在京城拿了王公的手令，挟朝廷的威势，欲席卷东南茶叶药业之商机。我一个人冒冒失失出手，有没有一些风险？何况海外之事，究属渺茫。若我坐了那远洋大轮船走出去，如人入兽群，如何行走买卖？当然，为了朋友，搏一次义无妨，但终归不能长久。我是一个生意人，我犯不着和朝廷、和李百万过不去。这条路怎么走？吴兄指教。李兄专营茶叶，坐镇西北，但要是李万堂，他把整个东南一带的茶叶专营权全部攥在自己手中，日后势必成为你的大敌。这是你帮我的第一个理由。这是苏秦张仪的话。我观如今商业之事，已经不是过去商人安分守己，朝廷可以一手遮天的时候了。江南之乱一起，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正在减弱，这是300年来未有的变局。但是他李万堂呢，还想着借朝廷之势，
打压地方，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这想法已经过时了。既然是商会，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赚钱。若是李兄有意，我可以把安徽茶叶压到最低的价格，每年固定给你一个量。我们双方共同向外扩展，这才是制胜之道啊！又何必积极于内斗呢？合作，这个好，我们联起手来一起挣洋人的钱，不好吗？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亚的茶叶和药业，那是个庞然大物。你说如果我去了，制胜的把握有多少？搞不好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靠倒买倒卖算什么庞然大物？我要是有李兄你的能力，我一定要正面和他们斗上一头。又或是说，李兄年纪大了，胆子也变小了吗？我有一计，驱虎吞狼，用洋人打败洋人。承蒙相救，荣幸之至啊！希望有一天能和船长大人一起去一趟印度。 Come to India. What a wonderful idea. Sir, I understand that you believe this transaction 省长说非常欢迎你们过去。 for your side, but rest assured, 这次帮着运送货物，这运费给的实在是太高了。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报答。你告诉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有可能，我们非常希望到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去做生意。希望有一天，当船长大人退役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买一艘大船，接他过来玩。Chinese people said, "It's implied not to make a return." 这黑水喝着有点奇怪，假装习惯。 They also want to go to the 会死在这上面。 American and Japan 他们这儿就没茶了。 Or maybe 他们英国人喝茶放牛奶啊，到时候你更得死。 a big boat and invite you to join. Captain, if I may, I must interrup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se two Chinese gentlemen. Sir, you come here for? 这是谁啊？ Your transport ship cannot. 海关的赫德大人，他说，古大人您违背朝廷的命令，跟洋商做生意，作为海关，他是不会让这条船抢的。这洋鬼子急了吧？拦着我们的船不让走。这可是军舰，他拦得了吗 If I may， 古先生，你这手立个楞玩的可不赖啊，把大清的海关道都玩进去了。哎呀，这洋鬼子官话说的这么好啊！你这人一身醋味儿，一闻就是个山西老乡。啊？那就我，你斗嘴不一定斗得过他。武平原，你知罪不？大人，我何罪之有啊？你出来，我跟你说。哎，武平原，我是你们大清的官员，你认不认？哦，那是自然。参见赫德大人。大人，你把我拖上来就是为了抖抖官威啊！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你破坏了朝廷的法令，怎么？你不想在大清混了？哎呀，这我倒不明白了。还请明示啊。朝廷海关道出口所有的茶叶、药品、瓷器、丝绸，乃是朝廷统购统销。自明如此，到现在我大清已经好几百年了。以往都是交付广州13行代理，但因为江南之乱，朝廷允许由朝廷指定的人跟洋商在上海做交易，没听说过哪个单个的商人出来自己交易的。你要是这样的话，海关衙门要锁了你去，要打你的屁股，要你的脑袋。大人啊，小人不才，但是也读过一点万国公法。打个比方吧，假如说赫德大人您在回国之前呢，找我们中国的商人私下买了一件瓷器，那么与您做交易的这个中国商人，他需不需要吃官司啊？不用啊，自己买的，便是买了1000件、10000件也不用交啊，那不就好了吗？我这一船的茶叶是那个船长私下找我们买的。
您看看啊，我们还签订了合同呢。这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因此这笔买卖，你们海关管不了。至于那个船长想邀请谁出去玩，你们更管不了。顾平原，你是在跟我玩游戏啊？这是文字上的花样啊，都是片汤的话。这一个船长他要这么多茶干什么？大人，你看，这些茶叶呢是报过关、交过税的。至于可以买卖多少，朝廷的法令并没有明确规定啊。你们是在钻朝廷法令的空子。你们这样把茶叶弄走，别人有样学样，我怎么办啊？大人，您不如再仔细看看。你看这里，这一批茶叶呢是在安徽销售的，与我等有何干呢？英国的法令我也了解一些，那边是允许自由贸易的。他在做船长之余，想做任何生意都可以。不知我这么说，您听清楚了没有？这简直就是假合同！你给他10英镑，他也敢签。我要去起诉他。好，就给他打官司去。哎，老弟，那个，咱们好好谈谈，你能不能把，这笔生意给撤回来啊？老弟，我一哥们儿，上次你在我家见过，他是东印度公司收茶叶的代理，他很后悔，说跟古先生您说了一些不尊重的话。他说了什么不尊重我的话？他拿了李百万的钱，李百万跟他讲，能在安徽茶身上多赚一点，联合起来打压你们。但没想到，你找了这么一条路子，把东西直接卖到印度去了。这要真拿到印度去，那不成打他的脸了吗？他的职位也是花了大半辈子熬上来的啊。他能够向你保证，从今往后，他用最好的价格收购你们安徽的茶叶啊。这个口子你可不能开呀！这船茶叶事儿小，但是他的人心地位可就保不住了。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茶商啊，我又不是朝廷，又不是什么茶商会的首领，我说话能算数吗？老弟，你就别难为我了，这顺风旗也不能扯这么足啊！啊，有道是，上半夜要想想自己，下半夜也得想想别人，对不对？大人，你这中国话说的真是我佩服啊！那这样，你跟你那个好朋友说，这一次我就算他合伙，他可以随着这批货去印度，但是分红的事儿想都别想。等我们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船，把茶叶生意做到全世界去，那时候可以当他是合伙人。这个答案很圆满啊。那好，一会儿你跟他再补一个合同。老弟，如果你是个英国商人，我真的会辞去我海关的职位，做你的合伙人。我们会很富有的。凭什么中国商人就不行？在这种重炮下，东方式的聪明是没有意义的。我还要提醒你啊，你的家乡人到了。顾会手，兄弟，在下有礼了。太甚云天高义，顾平原拜谢。哎呦，哪里。哎呀，我来这儿还真不知道天下有这么大的船。哎，那老兄呢？他说想开洋荤，随着人家的船去趟印度。嚯，哎呦，那我赶紧去打个招呼啊！你们聊着。哎，顾先生，这个茶商会呢，宝贵一节，还仰仗顾先生，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是心服口服。这是4大恒钱庄出的票子，这个是出货单。哎呦，这一式数变的，我要是岁数再大点，非被你们玩死。哎，货到了，卸货。假装跟我说话啊！往我身后东边看，100万，那张脸呀，看那张脸的表情，比我喝2两春茶还爽。他好像要吃人一样，他也得有那胃口啊。
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大船给买下来，把咱们的茶叶生意做到全世界去。